奥迪 R8 作为顶尖超跑，一直深受每个男人喜欢。眼前这辆黑武士更是充满了神秘感。虽然它是一辆事故车，整个侧面都遭受了猛烈的冲击，但依然深深吸引着强子。他从修理厂买下这辆车后，一直没时间处理。修好了之前的法拉利之后，终于能腾出手来修这辆奥迪 R8。现在他要进到车内，简单的检查一下车子状况。由于这辆车放在拖车上，所以只能打开一个小缝隙。身材娇小的强子挤进去之后，打开了前面的机盖，然后降下了车窗。可以看出里面的内饰保存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成色和新的差不多。评估了内部的情况后，强子接下来就要把车转移到车库里，因为车子侧面损毁严重，轮胎都已经凹陷进去了，所以他现在根本无法转动，这样就没办法移动车子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强子先拧掉上面的螺丝，发现并没有什么用。恼羞成怒的强子踹了轮胎一脚，接着直接拿起了切割机，把轮毂切开，取出了轮胎，然后换上了一个新轮胎。就这样，车子才能勉强移动。几人合力把它推到了地面上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辆2020款的 R8 非常先进，轮胎和宽体的距离只有1个手掌厚，而且车身也只到了强子身高的一半。这种极端的设计深受他的喜欢。接着，强子进入车内，要检查基本功能有没有出问题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内部空间非常小，强子坐进去感觉很局促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空间。不过谁叫人家是 R8 呢？这些问题都抵挡不住强子对他的喜欢。在开始修车之前，他要先把里面的垃圾清理掉。强子有洁癖不是1天2天了，所以大家应该早就见怪不怪了。在剪掉车内多余的碎片后，他搬来了那个小吸尘器。这个吸尘器可是老演员了，为强子出过不少力。经过两者的一番努力，这辆车内部终于被清理干净。接着强子来到车身侧面，这里正是被撞坏的地方。侧裙和面板已经扭曲，但是主要的支撑结构没有问题，只有一些塑料件坏了，这部分没办法修，只能定制一套全新的。这些对强子来说都很简单，所以这里我们不过多的赘述。其实之前在检查车子的时候，强子就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东西，不过他并没有声张。只见他神秘兮兮地把搭档叫进车里，然后打开了副驾前面的储物盒，这里放着很多张奥迪 R8 的图纸，上面的信息显示出这辆车的底盘架和之前的兰博基尼型号相同，而且装配了很多先进的功能，当然肯定少不了人尽皆知的夸戳。这么多页的报告里，还介绍了这辆车的基本情况，以及出现不同问题该如何处理，这给强子的修复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。接下来他把奥迪 R8 转移到车库里，要进行下一步的修理。强子发现它在启动时不太顺畅，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，所以现在他要拆掉里面的电池，去商店进行以旧换新。因为车子是中置发动机，所以很容易就能取出里面的电池。强子拿着它去了趟商店，很快就搬回来一个新电池，重新安装上去后，他要把车身套件都拆掉，对这辆车进行一个彻底的检查。拿掉了4个轮胎之后，他把轮舱里的挡泥板拆掉，这样就能很容易的取出后包围，把藏在里面的进气系统暴露出来。它上面有2个涡轮增压，能在发动机运转时提供更多的氧气，从而爆发出更强的动力。好在这部分没出什么问题，要不然修起来麻烦就大了。不过有一句话叫内行看热闹，外行看门道。强子看着这个特殊的进气系统，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于是就按照上面的信息发短信过去咨询了一下。这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，这辆奥迪 R8 竟然刷了2阶，而且还更改了内置燃料系统，再加上一个独立的竞速离合器，可以说这辆车超乎了强子的想象。要是切换成竞赛模式，这辆车能爆发出1200匹左右的马力，这大大的超出了强子的预期。原本他以为这辆车和自己的道奇蝰蛇差不多，马力应该能达到700匹，没想到竟然这么高，这着实是超出了他的预期。看来这次是买对了，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是，这辆 R8 虽然很好，可是始终无法发动，这让强子非常的苦恼。在之前修理兰博基尼时，他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当时是找了专业的人连接电脑才查出来的问题，发现是车子触发了保护功能，自动断开了保险丝。对于这辆奥迪 R8， 虽然强子也怀疑是同样的问题，但内心又不太确定，所以打算先从后面的进气开始排查。因为这是一辆事故车，所以被撞了之后，进气系统很可能有零件被弹出，导致整个管道阻塞。所以强子和搭档打开了发动机盖，然后拆掉后面的所有外部零件。完成后，他并没有急着开始修复，而是要先试试能不能发动。What the heck？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，车子哼唧了几次就是启动不了，无奈两人只能把重点转移到发动机上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引擎附近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受损的迹象，所以基本可以排除这方面。接着强子拆开保险丝盒，拿着工具测试电压，这一部分也没什么毛病，这可把两人急坏了。原本以为只靠自己就能找到问题，现在看还是他们太天真了。这次强子也不再纠结，直接跑到电脑城买了一台笔记本，
拿回去简单的调试后，就连接到了车上。这次他根据上面的指示更换并重新连接了几个线路，然后再次尝试发动车子。奥迪 R8 终于成功发动，强子激动地来到车尾进行查看，发现没问题之后，又检查了和车子连接在一起的电脑，上面的代码也恢复了正常。现在强子没有了顾虑，接下来就着手开始修复车身。从之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，这辆车的侧面被撞得很严重，不仅外面的车轮扭曲了，里面的悬挂也受到了影响，所以强子在网上订购了一套新的。至于其他坏掉的部分，强子要先把它们拆掉，然后去奥迪的店里看看，尽量买一些新的回来。这辆车坏掉的部分主要是后半部分，所以强子先把油箱的盖子拿了下来，然后一步步的剥离其他零件，最后拧掉里面的螺丝，后面的套件就被取了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扭曲得很严重，如果硬修的话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效果可能没那么好。内部的情况暴露出来后，强子把里面坏掉的零件都拆掉，接着开始分析坏掉的部位该如何处理。首先是后面的金属杠，上面用来固定套件的支架被撞掉了，这个修起来很容易，只要找一个类似的零件焊上去就行。这种情况他在之前的兰博基尼上遇到过，所以很有经验。其次就是下面的支架，这里不仅被撞扭曲了，而且几乎已经断裂。这对强子来说处理起来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把它重新掰直，然后进行焊接打磨就可以了。像这种小损坏，整体的难度都不大，真正困难的地方是这个车门。如果强子技术高超，能修好之前被撞坏的门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问题。可要是无法处理表面的凹陷，那就要重新买一个车门。要知道这可是一辆奥迪 R8， 零散的配件都不好买，更别提一个车门了。虽然强子现在很担心，但还是把它拆掉了，接着又拧掉侧裙上的螺丝，取出里面的塑料零件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辆车的主体车架并没有受损，目前看来问题不大，强子也松了一口气。接着他把所有拆掉的零件一一登记，然后开车去 4S 店里采购。因为跑车的某些零件都是通用的，所以他先去了奔驰店和保时捷店，采购了基本零件后，最后才来到奥迪车店。在这里他买到了侧裙等一系列需要的东西，可遗憾的是并没有买到多余的车门，他只好载着一车的零件回去。这次出门强子花费将近1万码内，其中最贵的就是这个碳纤维侧裙，仅仅一个长板就要3000码内。付款的时候强子心都在滴血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得到了奥迪 R8 的车门和翼子板，而且没有花费1分钱，是他的粉丝寄过来的。这位粉丝家里也有一辆 R8 事故车，车况简直不忍直视，但好在车门还算完整。当他了解到强子的情况后，二话不说就拆下来送给了他。拿到车门后，强子先装上去试了试，发现尺寸刚刚好，接着他又把宽体也装上去，这两部分尺寸非常贴合，简直就像是量身定做的。这里面是一个全新的散热器，把它装上去之后，强子给这辆车加了冷却液，然后发动测试了一下，发现没有问题后就继续下一步。他把重点转移到车身上，车门上的赛车涂装非常的酷，而且还有一套赛车门把手。原本强子想换掉这个设计，但搭档却不同意，他觉得这个门把手非常帅，所以要保留下来。强子认为这个细节无伤大雅，就勉强同意了这个请求。两人正说着时，强子忽然发现了一处细节，那就是这两个套件的接缝处，那个缝隙非常窄，就和没有一样。要知道这个套件来自另外一辆车，安装上去效果还能这么好，着实是让强子吃了一惊。接下来他要修复控制臂，然后开上路试车。强子拧掉上面的螺丝后，把一个 V 型的控制臂拆下来，加热到一定程度后用锤子敲直，这样他就能在新的零件到来之前临时的顶替一下。完成后，强子换上了新轮胎，然后开出去外面试了试。由于车上还有一些地方没修好，所以他不敢开太快，只是在门口简单试了试。虽然强子很满意，但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。为了让这辆奥迪 R8 能合法上路，他要继续解决车子的问题。他用支架把车子撑起来，然后拿切割机把散热器支架切掉，接着对表面进行打磨。把新的支架焊上去之后，固定好了散热器的位置，然后强子钻到车子下面，要继续寻找其他有问题的地方。结果一个发现让他傻了眼，在发动机舱里竟然有一个橡胶柄，这绝对不是车子原本就有的，而是有人不小心丢进去的。每当发动机运转时，橡胶柄都会被加热并散发出烧焦的味道。之前强子还以为是引擎出了故障，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个小玩意儿。现在他的顾虑全都打消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处理车身套件了。他把之前拆掉的零件重新装回去，包括后面的2个尾灯，接着把车子降下来，往里面倒了一些冷却液，然后就开着车子出门了。由于这个时间点路上没有什么人，所以他一股脑的把油门踩到底。一般不出意外的时候就要出意外了。当 R8 的速度快到一定程度后，车子直接响起了警报。强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了避免出什么事故，他赶紧回到车库检查。回去后先把轮胎拆掉，然后取出上面的卡钳和刹车盘，接着拿出中间的金属轴，用焊机进行了焊接。做完这些还不够，他又把里面的控制臂拆掉，检查内部是否有其他问题。这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，轴承里的滚珠掉了出来。要是强子没有及时停车的话，
车子受到的损伤简直无法想象，所以接下来强子要去买一个新的换上去。